我靠！我不是在通宵查账吗？我穿越了！刀下留人！菲儿，别挣扎了，沈家气数尽了。放肆！贪污200万严讯，一夜之间不翼而飞，全家定罪，你还敢抗旨不认？200万两，一夜之间不翼而飞。等等，老子可是985大学会计专业第1名，这物理逻辑根本不通。这圣旨上的账，根本就是放屁！少废话，阎王爷等着看你的账。200万两雪花银，足足10几万斤，你们长脑子了吗？死到临头还敢狡辩？10几万斤银子一夜出城，至少要调动300辆重马车，那又如何？权臣当道，谁拦得住车队？昨夜京城下了半宿暴雨，城门口的官道全烂了，300辆重马车压过去，泥地里连半条车辙印都没有，银子根本没出城。信口雌王，禁军封城搜查，连个淫荡的影儿都没见着。给我3天，我不光让那200万两自己走出来，还把幕后黑手绑到你面前。好，来人，把沈家全家押回府邸，圈禁3天。3天后拿不出银子，本官亲自剐了你。大少爷啊，你惹怒了钦差，这下连个全尸都留不住了呀！闭嘴，留着力气回家待着。少爷，咱们回家想对策呀！您这是要干什么？想什么对策？本少爷差点掉了脑袋，不得吃顿好的压压惊？沈飞，薛大人的命令是押你回府圈禁。薛大人说圈禁3天，说必须在府里圈了吗？我就花钱把这儿包了，全当禁足了。你找死！你砍！你现在砍了我，200万两银子立刻断了线。薛大人拿你试问。老婆呢？把你们这儿最红的头叫出来，好酒好菜全摆上。哎呦，沈大少爷，您这身后跟着官爷，奴家这生意，这生意你做不做？做，姑娘们，快伺候沈大少爷。老鸨，这几天京城不太平，你们这儿生意还这么好？少爷您说笑了，这2天黑市米价翻了3倍，也就几位新冒出来的面生老板敢在奴家这儿撒钱。面生老板比本少爷还有钱，叫什么名字？都是些车马行、石料厂的管事。城南孙家车马行那个瘸腿孙，昨儿个刚砸了1000两，包了我们小翠。车马行的管事，1000两包场，有点意思。沈家列祖列宗啊，大少爷疯了，咱们沈家彻底完了。逆子啊，你还有脸回来？爹，您大半夜不睡觉荡秋千呢？沈飞，你这个畜生！全家人的命换来你在刑场逞能，你居然跑去醉仙阁听曲儿！小丫头片子，拿稳点，别戳着我。3天啊，你让我们这3天怎么活？我不如现在就死了干净。要死去外头死，别在堂屋挂着，晦气！爹，沈飞，我杀了你！全家都给我听好，收起你们的眼泪和白绫。少爷，我明天还要去城外游山玩水，谁敢坏了我的心情，我现在就把他交出去砍了。没养过马的车马行，流水却能包下醉仙阁的头牌，洗钱洗得这么糙，真当我是个瞎子？3天，全城老狗。明天少爷就去挖你的祖坟。相爷，沈飞在法场上说的话绝不是空穴来风。慌什么？10几万斤银子，他长了翅膀也飞不出这京城。可他一口咬定暴雨无车则印，万一他真看出了什么破绽，
看出来又如何？3天时间，他沈家就是大罗神仙也翻不了盘。相爷，沈飞的行踪查清楚了，他去了哪儿？是不是去查户部旧账了？还是私联了江南盐商？他去了醉仙阁。醉仙阁？他去那儿见哪个县人？没见县人，大少爷包了场，点名要头牌弹曲儿。他没见任何人，就只是听曲。不仅听曲，他还嫌后厨的烤鸭不够脆，砸了10两银子让重烤。这是什么障眼法？不仅如此，头牌小翠弹错了一个音，大少爷直接赏了100两。他说小翠弹错的那一下深得他心。放屁！死到临头，他拿命去赏青楼女，你是不是被他甩了？属下亲眼所见啊！大少爷喝得烂醉，最后是被禁军架回府的。好一个大明第一审计师！相爷，这沈飞到底在玩什么花样？玩花样？他是在吃断头饭。沈老头一辈子谨小慎微，生出个儿子却是纯种废物。原来是知道必死无疑，趁着最后3天破罐子破摔了。传令下去，撤走他身边1半的暗哨，别浪费人力在一个死人身上。遵命。3天后，我要亲眼看着沈家满门抄斩，一个活口都不留。老爷气得下不来床，少爷又疯了。沈家的祖宗啊，保佑我们投个好胎吧。大清早的哭丧呢？少爷我还没死。大少爷，您今天总该去查账了吧？咱们只剩2天半了。查什么账？那账本上的墨迹都搜了，狗都不看。沈飞，你不去查账，穿成这样又要去哪儿丢人现眼？这叫什么话？今天天气好，本少爷要去城外踏青。踏青？全家的脑袋都挂在裤腰带上，你要去踏青？禁军呢？校尉大人，死哪儿去了？沈飞，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薛大人有令，你不得离开我们视线半步。对啊，所以你们得跟着我去城郊荒山踏青啊。萧先生本官，窗外荒山鸟不拉屎，踏哪门子青？我乐意，你去不去？不去，我现在就撞死在这石阶上。200万两的线索可全在少爷我的脑子里。我死了，我看你回去怎么跟薛钦差交差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这3天能踏出什么花来。老骨头，别烧纸了，去厨房提上食盒，跟少爷出城。造孽呀！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少废话！今天你不跟我走，我就把你扔火盆里烤了。大少爷，外头全是金军和赵相的暗哨，咱们到底去城外干什么呀？你当我是真来游山玩石的？老骨头，你做了一辈子账，我问你，一家车马行最值钱的资产是什么？自然是好马和结实的大车。那如果一家车马行连1根马毛都没有，却能一夜之间豪掷千金呢？那是空壳，是用来走假账洗钱的黑窟窿。聪明。昨晚在醉仙阁，我已经摸清了京城1半的假账流水，但只有账没用，没有实物对冲，钱就是一堆数字。那咱们来城西这荒山野岭干什么？这里连个人鬼影子都没有。他们洗钱的手法太糙，200万两实心白银搬不远，不在账本上，就在这片脏兮兮的烂泥底下。您是说？本少爷今天差点掉了脑袋，这点排场不够。京城里还有谁比我更能砸钱？叫出来比比。哎呦，沈大少爷，您可是京城首富。不过嘛，这2天倒真有几个泥腿子阔绰的邪乎。泥腿子有多邪乎？城南那个开破车马行的瘸腿孙，连匹全须全眼的骡子都没有，昨儿个居然砸了1000两，包了小翠的场。没骡子的车马行1000两包场，还有谁？还有城西开石料厂的王麻子，
平时抠搜的喝凉水，今天居然点名要喝20两一壶的女儿红。钱老板发财啊！这几天黑市米价翻了3倍，您没少赚吧？赚个屁！米价是涨了，可是他娘的运不进城啊！怎么，官道塌了？见鬼了！不知道是哪路神仙，把京城方圆百里的推车、拜袋，还有防潮的生灰灰，全给买空了。连防潮的石灰都买空了，这是要囤什么大件货？谁知道？现在连运米的板车都租不到，真他娘的活见鬼！没有骡子的车马行暴富，石料场管事挥金如土，市面上的推车、麻袋、防潮石灰被扫荡一空，200万两盐税，防潮运输空壳洗钱，链条对上了。沈飞，你带着我们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转了半个时辰，你到底在找什么？找风景啊！校尉大人没发现这里的泥产比别处更松软吗？我警告你，明天就是最后期限，找不到银子，我先在这里砍了你！军爷息怒啊！大少爷脑子有病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闭嘴！没看见少爷我正在细致吗？那猪圈旁有一只极品凤尾蝶，阿福，给我抓住它！少爷，那地方全是烂泥，脏得很啊！不去！我现在就让校尉大人砍了你！我去，少爷饶命！少爷，蝴蝶飞了，小的鞋也毁了。沈大少爷，你的极品蝴蝶呢？抓空气去了？废物，连只虫子都抓不到，给我滚一边去！算了，这破地方风太大，脏了本少爷的苏绣锦袍。你到底走不走？不走，我绑你回去！哼，回府，少爷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晚上要吃顿大的。大哥，他到底在干嘛？是不是在找藏银子的记号？找个屁的记号！他逼着下人去猪圈里抓蝴蝶啊！抓蝴蝶？明天他就要掉脑袋了，他跑来荒山抓蝴蝶？哼，纯种废物一个！我早就说相爷多虑了。那咱们怎么写？如实报上去。就写大少爷嫌泥巴脏了鞋，在黄山沟里扑蝴蝶，大脾气回府了。沈老头一世英名，怎么生出这么个脑干缺失的玩意儿？走吧，回去复命，这差事算是结了。明天终于能舒舒服服看他砍头了。扑蝴蝶，嫌泥巴脏，属下亲眼所见，他在荒山待了不到半个时辰，全在发脾气。相爷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那城西荒山可是咱们的重地呀！妖，他要是直接带人去挖坑，那叫妖；他去抓蝴蝶，那叫蠢。可是相爷，200万两银子就在那地下，万一他瞎猫碰上死耗子，荒山方圆10里，他光靠眼睛看，能看穿3丈厚的土藏。相爷息怒，属下只是觉得小心驶得万年船。他今天这出戏，就是为了恶心那些监视他的禁军，临死前的疯狂罢了。想多活几天，又无计可施，只能折腾下人。相爷英明，那沈飞走的时候，连看都没多看那片地一眼。撤了。相爷是说，城西的暗哨全撤了，别浪费人力在一个将死之人身上。可是相爷，闭嘴！明天午时3刻，我要薛亲师亲手砍下他的脑袋。你去通知刑部，明天的法场多备几口铡刀，沈家上下一个不留。遵命。少爷，您这画的是什么符咒？老骨头，去拿10份最贵的烫金请柬来。请柬？给谁发请柬？给这几个名字发，告诉他们沈家少爷活不过明晚，今夜要在府里办一场最豪华的散伙饭。沈飞，你疯够了没有？死到临头，你还要办散伙饭去大吃大喝？去办，不仅要请他们，还要告诉他们，这顿饭的酒肉全由他们几家商铺来出。大少爷呀，他们本来就是看咱们笑话的，怎么可能花钱给咱们办席呀？你是想在临死前去摇尾乞怜，求仇人给你一口饭吃吗？你简直把沈家的脸丢尽了！什么？少爷，我的话不中用吗？立刻去发请柬！败家呀！
那是沈家最后保命的3000两现银啊，全拿去买酒肉了。哎呦，沈大少爷，您这顿散伙餐排场可真够大的，拿沈家最后的棺材本请咱们喝酒。沈少爷这算盘打的可比咱们这些生意人还精啊！棺材本嘛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几位老板既然肯赏脸，就别站着，入席吧。吃？干嘛不吃？过了今晚，沈少爷怕是连口骚水都喝不上了。各位，饭不能白吃。今晚少爷我不仅要慌着棺材本，还要跟各位做一笔大买卖。沈少爷，您明天就要上法场了，还做什么买卖？正因为明天要上路了，我才要在今晚把地下那座阴宅好好修缮一番。废话少说，我要现货，价钱我出市价的3倍。3倍？沈少爷，你要买什么？李掌柜，你是做米粮的，我要1000条装米的空麻袋，半个时辰内能送到吗？能。小人的库房就在城东，200步就到。伙计们腿脚快，1炷香就能送来。阿福，跟他去点货，货到付款，绝不拖欠。多谢沈少爷，小人这就去办。那么，孙老板、王老板，轮到你们了。你看我干什么？你要石头给你打棺材吗？2万斤，大半夜的，我去哪儿给你弄2万斤石灰？你昨天在青楼吹嘘，库房里压着10万斤石灰，怎么嫌3倍的价钱不够？不是钱的事儿，是库房的钥匙在我小舅子那儿。对，他今晚出城了。好一个出城了！孙老板，你的车马行号称京城第一，我要100辆重型团车，立刻调来。这不巧了吗？昨天刚接了个大活，车全都租给盐商了。租出去了？好，阿福，去把薛钦差请来。你疯了！这跟薛大人有什么关系？按大明律例，大宗车马租赁必有官府备陈的红契。你拿不出车，把契书拿来给我看看。沈少爷，1000条麻袋，1条不少，您验验。不用验，老骨头，给他结账。是少爷。看到了吗？这才是做买卖的速度。李掌柜的库房在城东，一来一回200步，调货耗时1炷香。而你的车马行库房就在2条街外，你的账面上昨天刚刚购入了200辆新车。沈少爷，我错了，那车确实不在我手里。不在你手里，是压根儿就没有吧？你血口喷人！我们做的是正经生意。正经生意？你的石料厂每个月流水上万两，可你连2万斤石灰都调不出来，因为你的库房里装的全是空气。少爷，您的意思是，他们账上的钱全都没买货？钱进了他们的账，却没有货出来，那这笔钱去哪儿了？别说了，再说我们都要没命了。沈飞，你又在这儿发什么疯？他们不过是拿不出货，你就要定他们的罪？拿不出货不是死罪，但替权臣洗干净200万两盐税，可是要诛九族的。证据呢？你凭什么说我们洗钱？你这是诬陷！我要去顺天府告你。证据？你们要证据？认识这种泥巴吗？这是城西荒山沟地底3丈深处才有的红胶泥。你的石灰根本没有用来卖，而是全部运到了荒山，用来给地底3丈深的藏银地库做防潮。你的车马根本没有租给盐商，而是趁着昨夜暴雨，神不知鬼不觉的把200万两白银全部拉进了那个挖满红胶泥的猪圈底下。不是我干的。来人，把这2个逆党给我拿下！校尉大人，这顿散伙饭吃的还满意吗？沈飞，你今天确实炸出了这2个奸商，但光凭一双沾泥的破鞋，薛大人绝不会认账。薛大人认不认账，明天挖开地皮自有分晓。少装神弄鬼！要是明天在荒山挖不出200万两白银，你们全家照样得死。校尉大人，有空在这冲我叫喊，不如去多准备铁锹，
明天挖坑是个体力活，别怪少爷没提醒你。好，我就看你明天怎么死！全体戒备，死守各个出口。别动！长本事了，学会背后偷袭了。你刚才在院子里是在拿全家的命豪赌，你用一双破鞋炸得他们狗咬狗，可要是明天荒山地下没有银子呢？云儿，你觉得少爷我是在炸他？难道不是吗？你凭什么烂锭银子就在那片烂猪圈底下，你连坑都没挖？因为大地不会撒谎。这叫红胶泥，京城地貌属鸡心平原，城西荒山地表全是干燥的黄土。黄土又怎样？红泥又怎样？荒山只有黄土，阿福怎么会踩到一脚厚厚的红泥？也许是以前下雨积的泥潭。这红胶泥极其粘稠，不透水。在城西这种地质，它只存在于地底3丈时的位置。地底3丈？没错，3丈。这说明那片荒地最近被人深深的挖开过，并且翻出了底层的红胶泥。可是就算有人挖坑，你怎么证明里面埋的是200万两银子？看清楚，红胶泥极度保水，地下3丈，湿气极重。如果你要把容易氧化的银锭、极其容易霉变的装银麻袋埋在地下，你怎么防潮？石石灰，用大量的石石灰吸水防潮。对，这也就是为什么王老板那家根本没有石料的空壳厂，账面上会突然多出2万斤石灰的购买记录。天哪！空壳车马行运银子，空壳石料厂运石灰防潮，逻辑闭环，物理痕迹与账面缺口完美咬合。这不是赌博，这是定点爆破。哥，到底是谁？你以前那些纨绔都是装出来的。装纨绔多舒服啊！要不是刀架在脖子上，少爷我才懒得动脑子。回去睡觉吧，养足精神。明天早上，少爷带你去看戏。我都听哥的。大少爷，时辰快到了，外头的禁军已经开始磨刀了。老骨头，你把这些发霉的破纸搬出来干什么？熏死少爷我了！我的活祖宗哎，人是抓了，地也定了，可薛钦差要的是铁证啊！咱们沈家可是户部的审计核算官，您要是平不掉这200万两的账面窟窿，赵相依然能反咬咱们一口。谁说我要拿这些破算盘跟他们对账了？不对账，那咱们拿什么去跟朝堂上的户部大员对峙？阿福，把灵堂上那块最大的白布给我扯下来，挂在院墙上。少爷，那是给老爷冲洗，不对，备丧用的。备个屁的丧！少爷我今天不死，谁也死不了。扯下来。前戏做完了，现在该上主菜了。老骨头，拿上你的账房站好。少爷我今天教教你，什么叫21世纪大学生。大少爷，这是去年户部拨给盐运使司的开薄银，老奴这可就开始。别废话，念总进账多少，分拨去哪了？天启3年腊月，入库官银153200两又6钱。出账拨付长芦盐厂5万两，拨付运河曹帮34000两。装模作样，这么多陈年烂账，户部10个老主事算1个月都算不清。哥，你画的这是什么符？怎么像蚯蚓一样？这叫极简技术法。老骨头，继续念，出账再念一遍。出账5万两，34000两。少爷，您连算盘都不打，就凭这几个怪圈圈，能平账？让你念你就念，把所有车马行石料厂的流水全给我找出来，快！孙记车马行近3000两，王记石料厂近8500两，城南米铺回转4000两，汇通钱庄出账1万两。这小子到底在乱画什么？他不用心算吗？太快了，哥哥写字的速度比账房爷爷拨算盘还快10倍。少爷，半年的流水报完了，合计10.45两。10.45两，一分不差。少爷，您怎么算出来的？少废话，下一本
今天我不把赵相的底裤扒出来，我就不姓沈。见鬼了，这不可能！没用算盘，他怎么做到的？逆子，你把灵堂的白布挂在墙上涂鸦，你存心要气死我！爹，不是涂鸦，哥在查账，他算的比老账房还准。查账，老李他在查账。老爷，大少爷是神仙啊！他画的那个诡异字形格子，简直是账房的祖宗。爹，醒了就找个地方坐好，马上就平账了。这左边一堆，右边一堆，这是什么记账法？左边是进，右边是出，不管他们怎么做假账，只要钱流过，左边和右边的总数必须绝对相等。有进必有出，这种记账法无懈可击。沈飞，你画再多鬼画符也没用。薛大人要的是200万两白银的下落，急什么？狐狸尾巴马上就要露出来了。沈飞，时辰到，你拿不出银子，全家就地正法。完了，沈家绝后了！不准碰我哥，要杀先杀我！杀我！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！看什么？老骨头，大声告诉他们，这13家空壳商铺过去半个月总进账是多少？总进账208万两。总出账呢？他们买货的花销是多少？没有，1两都没有，全是大窟窿。208万两银子进了他们的账，却没买进1两银子的货，钱没出成，全被他们变成了修地库的账面损耗。你空口无凭！哼！城西荒山猪圈地下3丈，带着你的刀去挖，挖不出来，我沈飞自己把脑袋剁下来给你当球踢。沈飞，你敢夺刀抗法？就算地底下有窟窿，谁能证明那是盐碎？我能证明。老骨头，翻开官府拨银的底账，找到了。上月15，户体下拨200万两盐税，交由王记钱庄上端，这就是源头。我不知道，你杀了我，我也不知道。嘴硬，这是我在醉仙阁套出来的情报。上月16，也就是拨银的第2天，你孙家车马行的账上凭空多出10万两。他说的是真的，分毫不差。上月16，确实有一笔10万两的进账，那是别人还我的借款。借款？谁借的？哪家钱庄走的水？是王记钱庄。第1条线连上。轮到你了，孙家拿了10万两，转手付给你8万两买石灰。我那是正当买卖。放屁！查，这8万两出账后，王记石料厂进了什么货？查无进货，全变成了运费损耗。8万两的运费损耗，拉金山也用不了这么多，因为这笔钱根本没有买货，全变成了雇人挖坑的封口费。王记拿了钱，买通了地痞流氓去黄山挖坑，孙家出空车，半夜把银子运过去，盐商出麻袋，把银子伪装成糙米防潮。别说了，求求你别说了，赵相会杀我全家的。你说谁？赵相？听见了吗？连他自己都招了。完美闭环，无懈可击。老奴瞎了眼，老奴瞎了眼啊！账房爷爷，你干什么？户部那些老东西算了一辈子账，连给您提鞋都不配。这就是200两的去向。每一笔银子的进出，每一家商铺的假账，全在这张网上挂着。任何人只要看一眼，就能顺藤摸瓜挖出地底下的银子。全完了，赵相的谋划全被你看穿了。现在，你还想拿我的脑袋去向赵相邀功吗？沈少爷，下官有眼无珠，下官是被逼的。这就贵了，好戏才刚刚开始呢。大人，那沈家大少爷竟然靠画图让禁军下跪了。不是图，那是命脉。什么命脉？难道他真的找到了200万两盐税？
他把赵相洗钱的脉络剥皮七心活生生钉在了墙上。此子哪里是纨绔，简直是一把能剖开整个大明官场黑幕的妖刀。大人，禁军似乎被策反了，我们要不要现在冲进去拿人？不急，证据虽然成型，但沈府外头全是赵相的死士。沈飞，你既然能布下这惊天大局，本官倒要看看你打算怎么把消息传递给本官。沈少爷，下官想戴罪立功，下官这就冲出去，把这屠城交薛大人，拼了这条命，也护您周全。护我周全？你连这扇大门都走不出去。军用连弩，这是赵相的死士。哥，他们把咱们家包围了，他们根本没打算让咱们活到明天。赵相那老肘又不傻，他撤走明处的暗哨，就是为了换上这批吃人的恶狼。完了，全完了，证据在手，却送不出去，咱们成了铁桶里的王八。王八？那也得看看是谁的铁桶。元儿，去厨房把平时洗菜用的那个最大的铜盆拿来，要圆底的。拿铜盆干什么？既然门走不通，那咱们就从天上走。沈少爷，您这是在做兵器，这破桶拦得住金刚连弩？闭嘴，把呼吸放轻。哥，你在听什么？外面全都是风声啊！你自己听，盯紧点儿，连只苍蝇都不能放出去。哼，放心吧，弓弩手已经封死了前门和侧门，后墙这边是死角，不用管。今晚子时换防，等明天午时一到，直接冲进去屠满门。哥，我听见了，他们在树上，连磨刀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。这是什么妖法？隔着几丈厚的青砖墙，声音怎么会跑到这竹筒里来？这叫掏物面巨音，少见多怪。听清楚他们的盲区在哪儿了吗？听清了，前门侧门被弓弩手死守，后墙老槐树下是视野盲区。很好，既然后墙是盲区，那阁楼的南窗就是咱们发报的最高战地。哥，对面茶楼那么远，薛清溪能看得见咱们的灯火吗？他看得见。那个老狐狸一整天都没离开过那扇窗户。等会儿我喊掀，你就把黑布掀开；我喊盖，你就立刻盖上。好。可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叫莫尔斯密码，长光代表横，短光代表竖。2、1、2，盖。掀，盖，掀，盖。掀，盖。那是灯火。大人，神父在打暗号，是不是赵相的死士在联络？闭嘴，别挡着。3短2长，盾1长3短。大人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军方用来标定方位的奇门遁甲网格，3短2长是天干的丙，1长3短是地支的申，真府位，城西荒山沟，天才，简直是绝世天才！传本官手谕，调集500御林军。遵命。包围沈府拿人吗？不，沈府是死局，让他自己破。所有人拔刀，立刻包抄城西荒山沟。本官今晚要活捉赵相的狐狸尾巴。相爷，5时3刻已到，薛钦差至今未见人影。薛钦差是个聪明人，知道这案子水深，躲起来避嫌了。那沈家这满门，既然期限已到，就按大明律法办，直接踹门，一个活口都别留，尤其是那个沈飞，我要他的脑袋被剁碎。属下遵命，定让沈家鸡犬不留。办得漂亮点儿，别让人看出是咱们私自动的手，就说是他沈飞抗拒执法，就地正法。乡长放心，兄弟们手脚干净的很。
列祖列宗啊，阴兵来索命了，沈家今天算是走到头了。哥，你听见外面的声音了吗？他们来了。是吗？这包子趁热吃才香。云儿，你要不要来一口？哥，刀都架在脖子上了，你还在吃？逆子，你这个逆子，死到临头，你连句遗言都没有吗？遗言那玩意儿是留给死人的。少爷，我长命百岁，用不着。少爷，您画的这张天网图再厉害，也挡不住外头的鬼头刀啊！谁说我要用不挡刀了？这图是用来糊他们脸的。站稳了，别溅一身血。53刻已到，沈飞，200万两银子在哪儿？你一个禁军统领，也配问本少爷话？死鸭子嘴硬，交不出银子，按律满门抄斩。你们这是私刑，薛婵婵还没发话，你们凭什么杀人？薛钦差公务繁忙，特命本将代为监斩。小丫头，黄泉路上走快点儿！官爷饶命，官爷饶命啊！我们不知道银子在哪儿啊！不知道，那就全给我去死！我看谁敢动！你个纯种废物，真以为自己能翻天？兄弟们，给我砍！男的剁碎，女的留活口！拿赵相的狗命来压我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给老子狗眼看清楚！什么鬼东西？滚开！这是你主子赵相的催命符，13家空壳商铺倒账洗钱，200万两盐税，全被你们洗进了城西黄山沟的猪圈底下。你怎么可能知道？你明明只是在抓蝴蝶，抓蝴蝶！只有你们这群不长脑子的猪，才以为我在抓蝴蝶。红胶泥、生石灰、空车马，全套证据，老子闭着眼睛都能拼出来。统领，他画的路线全是对的，咱们埋银子的点被看穿了。不，绝不能让这东西传出去！杀了他，立刻杀了他，图全烧掉！杀我？统领大人，你不去拿贼，倒在这杀良冒功吗？老子今天就是要杀良冒功，砍碎他！谁敢动他一根汗毛，本官诛他9族！御林军，薛钦差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本官奉皇命监察百官，尔等乱臣贼子，也敢在本官面前放肆！兄弟们，跟他们拼了！放箭！薛大人，这是误会，下官是奉令行事。奉那个把国库搬空的赵相的令吗？薛大人，您终于来了。沈少爷，本官没来迟吧？迟倒是没迟，就是错过了少爷我刚才英明神武的演讲。这就是你用那极简频率传给本官的天网？一点现代不对，一点审计学的小把戏罢了。你画在阁楼上的那3个字“荒山沟”，本官已经看懂了。既然看懂了，薛大人还不去城西挖地手？不瞒沈少爷，本官昨夜就已调集500精锐，此刻城西荒山恐怕已经被翻了个底朝天了。相爷，不好了，是御林军，薛钦差带人把神府给围了。你说什么？薛钦差不是躲起来了吗？他怎么敢调动御林军？不仅如此，神府大门破了，咱们的人好像全被按在地上了。该死！这小畜生难道真的看破了什么？走，立刻回府，调集所有府兵死守。好吧，老狐狸，你的坟坑我已经替你挖好了。沈少爷，本官昨夜就已派人暗中封锁了黄山外围，就等此刻收网。薛大人动作挺快，不过赵相那条老狗嗅觉很灵，咱们得再快点。哼！
军急行，半个时辰内必须包围城西黄沙。全完了，赵相的死局居然被一个纨绔用3天时间彻底掀翻了。快挖！相爷下了死命令，必须在天黑前把东西转移。大哥，昨天不是说那沈飞是个废物吗？怎么相爷突然急眼了？少废话！相爷说沈府那边出了乱子，这批货要是出点差错，咱们全得掉脑袋。这破红胶泥怎么这么黏，敲都拔不出来了。挖到了，是防潮的生石灰层，下面就是大箱子。快拿绳子来，把石墨灰扒开。大哥，石库银200万两啊，咱们发财了！发娘的财，这是相爷的钱，赶紧套绳子拉上去。大胆狂徒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盗掘国库重银！御林军，完了，咱们被包饺子了！几位，昨天看本少爷扑蝴蝶，看得可还开心啊？是你昨天不是在发疯？发疯？少爷，我昨天站的位置跟你们现在挖坑的位置差了哪怕半步吗？定点勘探，你昨天是在定坐标？还不算太蠢，可惜反应太慢。全军听令，立刻拿下！胆敢反抗者，就地格杀！砸开！给本官砸开！找到了，真的找到了！户部官造，天启3年秋，是盐税，真的是那200万两盐税！纯种废物，原来我们才是纯种废物！3天，你用吃喝嫖赌把相爷3年的布局扒得连底裤都不剩，你是魔鬼！你们输的不亏，毕竟面对的可是21世纪的优秀大学生。回去告诉赵相，洗钱他太业余了。沈少爷，3天前在法场是本官瞎了眼，沈少爷真乃神人也。薛大人客气了，不过银子虽然挖出来了，但赵相可还没认罪。人赃并获，他的死士全被拿下了，他还能如何抵赖？赵相权倾朝野，这些死士他大可以说是不知情的家奴私自调卖。那依沈少爷之见，这案子还没办成铁案。铁案，我要办的是让他永不翻身的死案。明天早朝，我要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用他自己的账本，把他的脸皮活生生扒下来。赵相，200万两盐税从你城西的荒地里挖出来了，还有何话可说？陛下，老臣冤枉，老臣比窦娥还冤啊！人赃并获，你手下的死士统领赵贵已被生擒，你还敢喊冤？那是赵贵欺上瞒下，他勾结地方豪强，借着老臣的名头私吞国宝。老臣御下不言，死罪，但这贪墨洗钱的滔天大罪，老臣绝不知情啊！你无耻老贼，你敢将罪名全推给家奴？凡事讲求证据，老臣的府库干干净净，从未进过1两黑钱，谁能定老臣的罪？赵国国，大清早的，您这甩锅的本事，比醉仙阁的厨子还溜啊！沈飞，你一个戴罪之身的纨绔，竟敢咆哮朝堂！沈飞，薛爱卿奏报，是你破了这洗钱的连环阵。回陛下，草民只是懂点算术，碰巧看穿了某只老狐狸的底裤罢了。黄口小儿，你以为炸出了几个空壳商铺就能构陷当朝首辅？证据呢？你要证据？好，草民恳请陛下立刻查抄赵相府，不查金银，不查公账。不查金银，那你查什么？只查赵相过去3年最不起眼的家庭日常开销账本。哈哈哈哈哈！家庭账本，老夫家风清廉，1周1饭皆有记录，你查呀！清廉，
好极了，少爷，我最喜欢查的就是青莲的死账。沈飞，你看得懂吗？老夫府上每天买几斤白菜，难道也能洗出200万两？白菜洗不出，但木头可以。天启元年3月初5，赵府从云贵采购极品防腐金丝楠木100根，耗银5000两。那年老夫要在后花园修缮乘凉水域，采买木材有何不妥？修水榭，锦衣卫刚才去查了，你家后花园连个木头桩子都没有。那些极其防补抗潮的金丝楠木，全被你拿去做了城西荒山地库的承重柱。你血口喷人！木头用了就用了，这算什么证据？不仅是木头，天启2年10月，你府上突发恶疾，一夜之间暴毙了10名身强力壮的家丁，你发了整整500两的丧葬费。那是染了10币，老夫体恤下人。10亿！太医院的脉案上，那一年京城根本没有瘟疫，这10个人就是替你挖深坑、造地库的苦命。地库一成，你就将他们活埋在地底灭口。这500两是给他们家属的封口费。启禀陛下，微臣昨夜查抄荒山，却在红胶泥中挖出10具成年男性的枯骨。你连这都知道？这在现代，哦不，在审计学里叫穿透审计。你以为把大帐拆碎了，伪装成修房子、死家将买药材的日常开销，就能瞒天过海？只要资金流过，就必定留下痕迹。逻辑闭环已成，你出局了。老夫筹谋3年，天衣无缝，怎么会败在你一个顽固手里？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来人，将这国贼拨去朝府，打入死牢，诛9族。沈家列祖列宗保佑啊！我沈家终于又活过来了。爹，这全靠哥哥。哥哥在金銮殿上把那个大奸臣骂得尿裤子了，太帅了！大少爷是天曲星下凡，是咱们沈家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呀！查个破账，累死少爷我了。这点脑细胞，起码得吃3只烤乳猪才能补回来。哥，你想吃什么？我亲自下厨给你做。吃什么家常菜？少爷我要去吃最贵的。走，去醉仙阁。少爷，我今天不仅要听曲儿，还要让头牌给我捏脚。行，菲儿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沈家现在有的是钱。大少爷，带上，今晚把整个醉仙阁买下来，不够老奴再去账房给您支。啊！这大明朝的账算平了，少爷我潇洒去也。